俄军失地纯人，乌军在哈尔科夫大规模推进之后，也出现了兵力不足的问题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最近几天，因为俄罗斯军队从伊久姆的射出，让乌克兰和西方国家陷入了俄军数败的欢乐氛围中。德国甚至出现了指责当局未能积极援助乌克兰的情况，这也证明了其雪中送炭难、锦上添花者多的道理。乌军会因为这场大规模的反攻而获得更多的援助，但是谁也无法否认，乌军同样面临的一个难题，那就是巩固其在哈尔科夫州和赫尔松州所取得的全面进展，是否也会造成严重的兵力不足呢？乌克兰国防部长奥雷兹尼科夫就表示，反攻解放了领土之后，你就必须控制它，并准备捍卫它。奥雷尼科夫补充说，赫尔松周围几乎同时发生的反攻进展缓慢，因为它是一个农业区，有灌溉渠道，俄军可以将其用作防御战壕。乌克兰军队在发动一周的袭击后感到疲惫，但士气高涨，因为这是俄罗斯可以被击败的迹象。俄罗斯的增援部队还可能会对乌克兰延伸的补给线发起反击。如果这些乌军的部队前进得太远，他们也可能会被新的俄罗斯军队所包围。所以乌军现在需要突破，快速推进，但是呢，也要巩固结果和争取占领最有利的位置，作为下一次攻击的跳板。雷兹尼科夫称，对于进攻需要条件和资源，他们不是一天创造的。不过，乌军已经捕获了足够多的俄军装备，以补充供应乌军机械化部队，甚至其坦克旅。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，过去俄军因为兵力不足，占领乌克兰的面积过大，是造成这次大范围撤退的主要原因。现在乌军也会因为推进过快，出现后勤补给线过长、兵力分散的情况，这也为俄军调整兵力后进行反攻创造了机会。那么乌军会出现俄罗斯军队同样的兵力枯竭问题和后勤补给困难吗？真的有可能出现，但是两国的情况可能不一样。乌军现有被动员的总兵力超过了60万，是俄军在乌克兰作战人数的3倍以上。俄军的战线收缩可以集中兵力，乌军如果压缩其战线的长度，也会缓解兵力分散的问题。不过乌军也会像俄军一样，面临着后勤补给线被拉长、变脆弱的问题。双方在稳定战线之后，可能会继续变成互相破坏对手后勤能力的状态。在这样的态势下，俄军和乌军谁更有优势，还要看谁能够更好地发现对手的后勤补给点，并且及时发起火力打击。乌军有北约支持的情报体系，而俄罗斯在顿巴斯地区有亲俄武装的支持，从伊朗进口的无人机也开始进入战场。现在还不能确认下一阶段谁在战场情报信息的获取上更强。乌军还会继续发挥海马斯火箭炮的机动优势，俄军呢也会发挥其空天军的优势。很可能这又是一场长期的鏖战，不会在短时间内有结果。总体来看，俄乌冲突的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，俄罗斯军队需要适应乌军实力变强的新常态，而乌军也需要巩固前一阶段所获得的成果。然后呢，双方会积蓄力量，准备进行下一次大规模的对决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需要持续关注南部赫尔松的战况，因为这里的态势对俄罗斯军队并非有利。如果俄罗斯军队不收缩，撤回第聂伯河东岸，那么该地区不排除有可能成为下一次对决的战场。战争结果没有侥幸，俄乌双方谁能在对自己最有利的作战区域开展军事行动，发挥己方武器装备的长处，谁就有可能在下一阶段获得优势。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